Hello，大家好，我是占星女王艾薇。哇，很快11月5号我们就知道美国新的总统是谁喽。那其实艾薇呢，从今年4月开始啊，就一直陆陆续续有在占卜。答案呢一直没有跟大家宣布哦。那借着在这个选举结果出来的前夕呢，我赶紧录一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那说实在啦，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呢，我相信我很多粉丝是4年前，然后就是看到我在做有关川普就是会不会当选的一些系列，然后就觉得我的占星的部分还蛮有趣的。再来是我个人的立场呢，是想说哇，川普经历了2次的暗杀事件，那当选的几率应该就非常非常的高啦。觉得好像应该没有悬念，对不对？好，就人的感觉是这样。可是我每次占星卜卦的时候呢，我都会发现，这个卜卦出来的答案怎么跟人的想法感觉不太一样呢？所以啊，一样，我们借由占星卜卦的部分呢，来看看川普这次到底会不会当选美国的总统喽。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卜卦盘呢是在4月份的时候打的。那川普我们一样把它放在7宫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第4宫这个地方呢，好是川普事业的位置，也就是他当选总统的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部分在处女座，处女座的守护星呢是水星。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点下去之后呢，就会看到水星本身跟海王星12分，还有跟冥王星4分与月亮3分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讲。就川普的位置来说不够好，好当选总统这件事情不够好，但是他的对手更烂。那主要是因为他的对手这边有个海王星，但是有一个太阳撑在这个地方，所以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好，这个时候是4月份哦，所以以当选这个条件来看的时候，4月份那时候我们看，我们觉得川普还不会当选。好，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是5月多的时候打的卜卦盘，川普的位置，我相信川普这时候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哈，因为他事业的位置里面有这个贵人运的一个金星，然后呢，土星跟火星其实在这个地方对事业运一样是还不错的一个帮助，只是呢，他的这个事业的位置在双鱼座，双鱼座其中有个守护星木星哈，木星在6宫的这个地方来说，其实有点示弱的状态，然后再来是这个木星本身跟南交是150度的极恶相位，所以就这张卜卦盘来看，也觉得川普比较难获胜。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张卜卦盘是8月多的时候打的一个卜卦盘，那这时候已经经历了川普被暗杀第1次，就是耳朵被射伤那一次。这时候呢，拜登也已经换下来了，换贺锦丽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变化。川普的位置呢，这边已经在天秤座。那天秤座的守护星金星，我们把它点一下，可以看到，好，这个金星本身跟土星对冲，跟木星还有火星4分，就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川普我们觉得不是很好，但是他的对手也不是太好，好这个状态。可是呢，贺锦丽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贺锦丽其实本身的状态并不是非常的好，因为她的位置在巨蟹座，巨蟹座守护星月亮跟海王星合，所以她自己本身的条件跟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呢，贺锦丽当选总统这个目标却是跟木星合相的部分，然后这个地方跟金星4分，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川普事业的位置就是当选总统目标这个位置。金星好跟这个木火是4分，所以这种冲突跟矛盾的地方就更加的明显。那卜卦盘其实告诉我们，贺锦丽本身状态或条件没有太好，但是呢，他这个盘明显是有人助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川普在这个地方要当选，确实我觉得难度比较高一点，好，难度比较高一点。当然，我必须要认真的说，站在我立场，我还是觉得。拜登跟贺锦丽政府在美国执政这段时间，好像没有觉得美国比较好，对不对？感觉是这样子。好，我们目前看到这张卜卦盘呢，是在10月的时候打了一张卜卦盘。
那就这个卜卦盘来说的话，川普的位置是在白羊座，白羊座的守护星呢，火星在川普的位置。那理论上，我觉得这张盘算是我们打了那么多张盘以来，川普算是比较有优势的一张盘，就是感觉当选的几率会稍微高一点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观察对手的部分。其实我必须要讲，贺锦丽本身她的条件位置也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好。可是他一样事业位置里面有太阳，这个水星呢，也代表是说他的那个讯息跟资讯传播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在10月下旬这段时间呢，两人的竞合关系有一点在伯仲之间。那比较吊诡的是，川普事业的位置的这颗火星啊，跟这个天王星本身是一个6分的状态。美国实际内部的状况我们不是很清楚。那只是我们每次打卜卦，我都会跟学生说，我们超级讨厌这颗天王星，因为天王星本身代表的是一种反转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在10月下旬打这张卜卦盘的时候，川普如果声势比较旺的话，那最后反转的几率就会很高。不过，如果川普目前的状况是比较示弱，也就是说整个声势是比较低的状况下，那这颗天王星有可能暗示的是，他这段时间会有个力量让他反转上去。好，所以每次碰到天王星，我们就很难判断，就必须要看在10月下旬这段时间，美国里面内部的声望到底是如何。好，现在这一张呢，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预测呢的最后一张卜卦盘。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那个7只手摩羯座的位置里面有一个冥王星跟火星。通常这个冥王星本身代表是一种所谓的极端或者是霸权这样的一个味道。那通常啦，冥王星在这个位置，尤其我们是问说当选总统这个部分，理论上几率应该会蛮高的，当选几率应该会蛮高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冥王星本身拉出来的相位也都非常的漂亮。那最重要的是，川普的位置这边有一个北交和基点，那这种有一种命中注定的部分。只是我必须要说啦，有时候说这种宫的主星呢落在6宫这个位置呢，我们通常不会判定说他是会当选的。不过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矛盾的状况，就是逻辑上你会觉得说，这个点其实应该是不会当选的，但是因为其他的配置的关系，而让这个人当选的几率变高。好，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从今年4月一路打卜卦盘到现在，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川普的位置一直都没有很好。那以前我们台湾政治名人讲过了嘛，你考第一名的先决条件就是第二名考得比你烂。那其实我们看到川普的状态一直没有很好，比的就是对方到底现在是比你好还是比你烂。那很明显的，在拜登阶段的时候呢，拜登真的就比川普烂。就是川普会觉得说，如果是跟拜登一直选下去的话，那他获胜的几率应该就非常的高了，板上钉钉。只是没想到他们就是7月份，对手那边受不了了，就把拜登换下去，换贺锦丽上来。那贺锦丽本身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我先不管那些什么小道消息啦。那我们就卜卦盘看到，就是贺锦丽本身状态不是很好，但是很明显的贺锦丽是一直有人去推升的。就是一直有人助，有人去推这样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这个是我学生提出来他的看法，就是前面卜卦他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人其实一直在找川普谈一些条件。那其实如果川普答应了，你要赢就非常非常的顺利。可是我觉得川普的性格也很硬，就是你们要的那些东西，我是不可能答应你们的。所以我们就一直看到说，川普的状态一直没有非常的好，就是没有那种哇准备迎接胜利的那种光荣感，其实一直没有，就卜卦盘看起来一直都没有。那直到现在这一张卜卦盘，我觉得比较来说，川普或许胜利的几率高于贺锦丽一点点。我不敢说赢得很多或赢得很漂亮，因为卜卦盘没有。因为受到这个北交跟这个冥王星的影响，而让他的胜率有比贺锦丽高一些。好，其实我都没有觉得说他们真的最后差距会很大，就是前面的卜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川普不会赢。
然后最后这个卜卦好像告诉我说，川普其实还是有赢的可能性。哇，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吊诡。好，所以我一直跟我的学生们讲说，我们在学占星卜卦的时候，你要了解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因为人的选择或想法的改变，而会去影响卜卦后面的状态。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机会跟过程。好，跟大家一起分享喽。我是占星女王艾薇，我们下次见，拜拜。